普京的高参表示，虽然会依赖中国，但宁愿和欧洲搞好关系。那么，中国在俄罗斯的眼中仅仅是个辅助角色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家、国际问题专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顾问，还有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这头衔够长的。后边还有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上周呢接受了意大利报纸采访的时候，阐述了他对俄乌战争、欧洲政治格局还有中俄关系的一系列看法。在说到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的时候呢，卡拉加诺夫说，他不否认俄罗斯因为这个西方的制裁，所以现在更加依赖中国。不过他还表示，俄罗斯对这种依赖中国的情况可并不满意，因为他宁愿与欧洲建立更好的关系，结束与欧洲的对抗，就能够给俄罗斯创造一个安全的西方侧翼，以便于俄罗斯在明天的亚洲世界中更有效地进行竞争。这一段话在国内各媒体还有媒体的评论区里边引起了争议，很多人突然感觉这个味道不对呀，还有很多疑问呢。比如说，俄罗斯经过这场战争之后，欧洲还能接纳俄罗斯吗？那么俄罗斯要建立一个安全的西方侧翼，在东方要跟谁竞争啊？我们认为中俄关系无上限，而这个总统顾问说俄欧的关系地位更重要。那么俄罗斯和中国在看待两国关系方面是不是有些不对等？也有人在考虑问题，他的话是不是在翻译过程中被误解或者被断章取义了呢？首先呢，要看到一点，苏联建立之后，俄罗斯是一直被排除在欧洲之外的。但是让欧洲重新接纳俄罗斯，确实也是普京的一直梦想。不过，普京要的可不是求着欧洲去接纳他，而是要趾高气扬地打回欧洲去。重返欧洲之后，还要趾高气扬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这在卡拉加诺夫2020年2月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叫做《去向何方与谁为伴？新10年来临之际的对外政策》。这文章中呢有很具体体现。文章体现了俄罗斯人要注意，自己的文化本质上是来自于欧洲的文化血统，反欧主义不符合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现代身份认同。俄罗斯呢，带的是外交和国防政策上巨大的，简直是辉煌的成就，还有雄厚的实力，迈入一个新10年，大大改变了与西方，特别是与欧洲的力量平衡。俄罗斯通过成功的军事改革，整体更新装备，还有部署最新一代超级战略武器，率先重新取得了军事优势，赢得了军备竞赛，让西方统治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长达500年之久的基础已经被瓦解了。所以现在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是无可比拟的。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卡拉加诺夫还提到，俄罗斯在西方社会内部看到了深刻的分歧和结构性问题，所以克里姆林宫决定先发制人，发起战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媒体普遍认为卡拉加诺夫带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而且呢，他能被普京选做顾问，也很可能说明了他的思想也是普京所接受的。而俄罗斯战前是不是对乌克兰还有西方的能力态度产生了轻敌和误判，是不是也过于高看了自己的力量，似乎都能在他的书中找到答案。在这种思想下，卡拉加诺夫对中俄关系的看法是，俄罗斯如果要列出一个友好国家清单，中国毫无疑问是第一个。两国现在是半联盟关系。去年7月底，他接受《论据与事实周报》采访时说，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人是不会威胁到俄罗斯的。但是10年或者15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俄罗斯不敢保证。他还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强大向新的超级大国方向的转变，对俄罗斯来讲是好处还是风险呢？所以他主张的在亚洲进行有效竞争对象是谁，似乎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关于中俄关系，他的文章中还有进一步阐述，他认为中俄关系是必须予以珍视的，至少要保持6到7年。但是这6到7年里边，俄罗斯必须要掌握主导权。他觉得现在更多呢是中国需要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需要中国，并且呢，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似乎正在取代俄罗斯，逐渐成为西方的主要敌人。这样，西方世界在俄罗斯身上寻找敌人的兴奋度就可能会降低了。所以综合起来看，
媒体对他的观点的报道并没有歪曲，也不算是断章取义。他对中国确实抱有一种友好态度，但是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比我们的老百姓更现实，而不是凭情绪的。这里呢，倒不是说这个人的观点是错的，我们要记住，他是一个俄罗斯人，他肯定只会把俄罗斯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毕竟我们都很清楚，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真想着谁为谁两肋插刀，那才不是成熟政治家该有的表现呢。好，关于俄罗斯这位政治家说出的中俄关系的解释，代表了他的什么样的心态？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